之前我们讲过，吕布被曹操打败后，和陈宫一起投奔了徐州牧刘备。那么他为何要反叛刘备？刘备为何要投奔曹操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吕布2次偷袭刘备及刘备投奔曹操。吕布战败后，率领残兵投奔了刘备。见到刘备后，他极为尊敬地说道：“我和阁下都是北疆边境人，当年董卓乱汉，我便诛杀了董卓。可我来到关东后，关东诸将不但不待见我，还都想杀我。”接着，他请刘备坐在自己的卧榻之上，让妻妾向刘备行礼，称呼刘备为贤弟。刘备见吕布如此的低三下四，不像英雄所为，表面上虽然应付着，可心里却有点厌恶他。就这样，吕布在徐州驻扎了下来。自从陶谦将徐州让给刘备之后，袁术就非常的不满，于是他便发兵前来攻打。刘备得知后，让张飞驻守下邳，他自己则亲率大军前往盱眙和淮阴一带迎战袁术。双方激战了1个多月，竟然谁也战胜不了谁，各有胜负。正在这时，吕布给袁术写了一封信，让袁术看到了希望。他立即给吕布回信，先是列举了吕布诛杀董卓、替他攻打曹操等客套话，然后便给吕布开出了价码。只要吕布肯帮他攻打刘备，他就给吕布送来20万斛军粮，而且后期还会继续追加，如果缺少兵器和战具等物资，也可以一并送上。吕布看完之后大喜，立即率军前往下邳，准备攻打刘备的大本营。当他来到下邳城西40里处的时候，刘备军中的中郎将丹阳人许丹派人前来迎接，并且告诉他，张飞和陶谦的旧将曹豹发生了冲突，张飞准备斩杀曹豹，曹豹则率众自首，导致下邳城大乱，请将军速速驰援。现在有1000多名丹阳兵屯守在西白门，只要将军东行，他们就会打开城门迎接将军进城。吕布听后大喜，立即率军东行，天刚亮便到达了城下。丹阳兵果然打开了城门，吕布率军冲入下邳城，大败张飞，并且将刘备的妻妾儿女全都给俘虏了。消息传到前线，刘备大惊，立即率军回还。当他们日夜兼程地到达下邳城时，刘备军中的诸将见家眷被吕布俘虏，都不敢迎战，纷纷地逃散。不得已，刘备只能收拾残兵去攻打广陵郡，准备在那里落脚。结果袁术早已在广陵等着他了，刘备再次战败，不得已只能在广陵郡的海西县屯驻。此时军中缺粮，将士们饥困疲惫，竟然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刘备只能派出使者向吕布请降。此时的吕布也非常生气，他已经打败了刘备，可袁术答应他的20万斛粮食却没了着落，于是他便与袁术翻脸，答应了刘备的求和。于是刘备率领着残兵败将，无比悲凉地走进了下邳城，吕布则将家眷都归还于他。这时吕布手下的诸将都来劝说道，刘备此人反复难养，最好趁早把他给杀了。可吕布不但拒绝了，还把此事告诉了刘备。刘备明白吕布这是给自己一个下马威，于是便向吕布提出前往小沛屯驻。吕布非常爽快地就答应了，并且任命他为豫州刺史，让他前往小沛驻扎。刘备走后，吕布便自称为徐州牧。这是吕布出关以来第一次有了立足之地，下邳城以及整个徐州都是吕布的地盘了。196年6月的一天夜里，吕布正在睡觉，突然有一支兵马潜入城中，直冲吕布的府邸，准备刺杀吕布。惊慌之下，吕布携带妻子从墙壁的一角跃出，直奔高顺的军营。高顺连忙问道：“是谁这么大胆，竟然敢刺杀将军？”吕布回想说道：“我走得匆忙，并没有看清到底是谁，但听口音应该是河内郡的人。”高顺便猜想应该是郝萌，随即率军前往郝萌的大营。此时郝萌偷袭吕布不成，率领士兵准备返回营帐，结果刚到营门就遇到了他手下的部将曹信，正严阵以待地守在营门口。之后双方便立即展开激战。等高顺赶到的时候，郝萌被斩下了一条臂膀，曹信也已身负重伤。高顺立即斩下郝萌的首级，抬着受伤的曹信去面见吕布。吕布询问曹信关于此事的原委，
曹性回答说，郝萌是受了袁术的鼓动才造反的。吕布又问同谋的还有谁，曹性回答说还有陈宫。当时陈宫就坐在吕布的旁边，听闻后脸色变得通红。良久，吕布才质问陈宫，袁术狡诈多变，贪婪成性，你怎么能帮助他而背叛我呢？陈宫缓缓地说道，袁术算什么东西，我只是生气你不听我言，放走了刘备，所以我就和郝萌密谋，教训你一下。吕布听完哈哈大笑，也不再处罚陈宫。10月，袁术派出大将纪灵，率领步骑兵3万余人前来征讨刘备。刘备得知消息后，连忙向吕布求援。吕布手下的将领说，将军不是一直想除掉刘备吗？现在刚好可以借袁术之手除掉他了。可吕布却说，如果让袁术占据了小沛，他就会联合泰山郡一起来对付我们，那样的话，我们就会被袁术前后夹击。因此，不但不能让刘备死，我们还得去支援他。于是，他率领步兵1000人，骑兵200，飞速赶往小沛。纪灵听说吕布前来救援刘备，不敢轻举妄动。吕布在距离小沛西南1里的地方扎下营寨，之后他便派人去请刘备和纪灵前来饮酒。他对纪灵说，刘备是我吕布的贤弟，你率军围困他，我肯定是要来救他的。之后还大言不惭地说道，我吕布生性不爱争斗，只喜欢替别人解除纷争。随即他命人在营门外竖起一只戟，对纪灵说道，如果我能射中戟上的小枝，你就立即停止进攻，如果射不中，那你和刘备决一死战，我不再掺和。纪灵和刘备都表示同意，于是吕布搭弓射箭，正好射中了小枝。诸将大为震惊，纷纷夸赞他有天神般的威力。之后纪灵罢兵而去。回到军营后，陈宫便对吕布说，现在袁术的大军已退，刘备已经在小沛召集了1万余人，如果此时不再图谋，恐成后患啊。于是到了夜晚，吕布突然偷袭刘备的军营。刘备听闻吕布再次偷袭他，知道抵挡不住，只能拼死突围，带着残兵败将前往许县，投靠曹操去了。那么曹操能够收留刘备吗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上期讲到，曹操正在征伐陶谦的时候，陈宫和张邈将吕布迎为了兖州牧。随后兖州各郡县纷纷投靠吕布，只有鄄城、范县和东阿由荀彧、程昱以及夏侯惇等人坚守着，形势非常的危急。那么曹操将如何救援兖州？他能打败吕布吗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曹操与吕布争夺兖州，及曹操差点命丧濮阳。曹操得知兖州出事后，立即停止进攻陶谦，亲自率领精锐骑兵日夜兼程地救援兖州。当他回到鄄城的时候，发现情况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糟糕。荀彧和程昱等人固守着3县，与吕布打得有声有色。程昱听闻曹操归来后，也立即从东阿回到了鄄城。曹操握着程昱的手说，如果不是有你程仲德，我曹孟德就真的是无家可归了。随后他立即上表举荐程昱为东平国国相。与此同时，得知曹操归来后，吕布便率领大军前来攻打鄄城。可是随着曹操的归来，鄄城的将士们斗志昂扬，信心十足。吕布攻打了几天后，发现鄄城很难攻破，只能无奈退兵，返回了濮阳。望着吕布退兵的方向，曹操站在城楼上冷笑道，人中吕布的吕奉先也不过如此吗？他对荀彧和程昱说道，吕布如此快速地占据兖州，可他竟然不去占领东平国，截断康复县与泰山郡之间的通道。如果他这么部署，依托险要阻击我率军回援，鄄城就很难守得住。然而他却只守着濮阳不前，果真是个匹夫而已啊。荀彧惊奇地问道，难道吕布真的没有看出来其中的奥秘吗？曹操笑着说，就算吕布看不出来，难道陈宫也看不出来吗？可惜吕布只拿下濮阳就心满意足了，可见他是胸无大志，并没有雄心占据整个兖州。他表面上来势汹汹，可是看其人夺其心，他不过就是个得过且过的人罢了。可此时曹操2次征伐陶谦，导致大军粮草匮乏，所以他也没有立即去攻打吕布，而是调整军队，征调军粮。
194年8月，准备了几个月的曹操立即下令出兵，准备攻打濮阳。在濮阳城以西40-50里处，有一个吕布的军营。夜半时分，曹操率军抵达这里后，立即发起攻击，一举便击破了这处军营，大获全胜。然而，喊杀声惊动了濮阳的吕布，他立即率军赶来支援，与曹操的大军展开了正面交锋。这场战役打得异常激烈，双方从清晨一直战到了黄昏，你来我往数十回合，竟然打的是难舍难分，谁也战胜不了谁。为了打破僵局，曹操重金招募死士，让典韦率领他们出战。典韦，陈留郡济吴人，即今天河南商丘宁陵县济吴城村人。他相貌魁梧，臂力过人。他先是投靠张邈，被任命为军士，后来归顺了曹操，隶属于夏侯惇，因杀敌有功，被拜为司马。他率领着数十名死士，每人身穿2副铠甲，将盾牌扔掉，只拿着长矛和辽戟出战。此时，吕布的大军从西边包围过来，他们弓弩齐发，箭如雨下，可典韦却全然无视，对随从说道：“敌来10步，告诉我。”不多时，随从喊道：“敌来10步。”典韦又说：“敌来5步，告诉我。”片刻之后，随从喊道：“敌来5步。”典韦大呼而起，手持10余支小戟，便朝吕布的军中杀去，所过之处，皆有大片的士兵倒下。吕布的士兵们哪里见过如此勇猛之人，纷纷后退，典韦则率领死士不停地砍杀。此时天色渐晚，随着吕布大军的后撤，曹操终于找到机会突围而去。战役结束后，曹操立即将典韦拜为校尉，带在了自己的身边。此战过后，曹操发现吕布虽然胸无大志，但在战场上想要战败他，却并非易事。于是他准备联合濮阳城里的豪强，里应外合偷袭濮阳。他派人偷偷潜入濮阳，与城里的贵族联络，最终田氏愿意配合他。于是曹操率领大军来到濮阳城下，田氏派人打开城门，曹军便顺利地杀入了城中。进入东门后，曹操命令士兵在城门放火，封住退路，目的是激励将士们与吕布决一死战。吕布听闻后，立即命令骑兵出击，曹操的大军很快就被冲垮了，导致阵势大乱，很难再组织起有效的反抗。曹操万万没想到吕布竟然如此的勇猛，如果继续战斗下去，必败无疑，可是撤军也撤不了了。东门熊熊燃烧着的大火是他自己让人放的，可现在却把自己给困住了。就在这时，曹操本人竟然被吕布的一名官兵给抓住了。可是官兵不认识曹操，还怒问他：“曹操去哪了？”曹操心里一愣，随手一指说：“骑黄马逃跑的那个就是曹操。”官兵听完后，竟然扔下曹操，去追击骑黄马的人去了。这下曹操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立即抓住缰绳，骑马便冲入了大火之中。所幸他只是被烧伤了左掌，总算是捡了一条命，逃了回来。此后双方又多次交战，相持了100多天，可还是谁也战胜不了谁。就在这时，天下大旱，蝗虫四起，兖州的百姓们颗粒无收，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，双方的军粮也都耗尽了，不得已只能各自退兵。曹操率军退到了东阿，吕布则放弃濮阳，将大军驻扎在昌邑，让薛兰和李丰驻守巨野，双方进入了僵持阶段。那么曹操还能打败吕布吗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